重生后我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没想号称49城新生代第一人的王静安，竟然会有求于我。叶哥，这次你是要招待何方神圣？49城新生代第一人。49，张强神色大变的惊声低呼：“不是，叶哥，你说什么玩意？49城新生代第一人。”险些大脑宕机的张强彻底凌乱。49城这3个字离他太过于遥远了。然而他现在听到了什么？49城新生代第一人要来跟叶哥吃饭。怎么着？吓到你了吗？不是，叶哥，你是怎么认识那种神仙的？我不想认识他的，是他上赶着来认识我。张强差点没忍不住将那句真能吹给秃噜出来。那你这次找他吃饭是？不是我找他吃饭，是他找我吃饭。若不是知道叶松从不扯犊子，张大混子是真得认为这是在满嘴跑火车了。说话间，叶松口袋里的手机嗡颤震动，掏出一看，王静安。叶松直接拒绝挂断，旋即轻飘的朝张强道：“他应该到了，你下去接他上来吧，顺便见识见识传说中的49城新生代第一人。”王八蛋！酒店大门外的一辆加长路虎揽胜里，被叶松拒接电话的王静安一巴掌狠狠砸在身前副驾驶的头靠上。不知王大少为何突然暴怒的司机顿时不禁噤若寒蝉，看着后视镜中王静安那冰冷至极的脸色，一时间都呼吸都不敢大声呼吸。不知过了多久，王静安吐出一口浊气，冰冷的脸色渐渐褪去。开到大门口。是大少。与此同时，张强也在大脑的阵阵发懵中从酒店里头走了出来。到现在为止，他都不知道他要接的人叫什么，长什么样。他有问过对方叫啥长啥样，然而叶松的回答却是你看着办。这猝不及防的神回答就差没让张强当场抓狂。一阵张望后，视线便不偏不倚地迎上了王静安。刹那瞬间，张强心头没来由的一咯噔，对方的气质及气场明显有异于他过去认识的所有人，是所有人。同样的，在张强盯上王静安的同时，王静安也看到了这位被自己所不齿的大混子。虽然彼此过去没有任何交集，但在王静安之前调查叶松身边人物关系时，他对于张强是一再嗤之以鼻的。只是此刻什么嗤之以鼻不嗤之以鼻的都不重要了，他知道这恐怕就是叶松拒接他电话的原因了。你就是那位49城新生代第一人？不知是大脑还没从宕机状态中释放出来，还是缺心眼的性格已经植入到了骨子里，来不及思考，也忘了去思考的张强在靠近后，下意识的率先领声道。没有去回答张强的问题。此时此刻，在张强的这一发问下，王静安控制不住的猛颤起脸。叶松这多少是有些欺人太甚了。如此情境下如此一问，49城新生代第一人这几个字对他而言不是什么称赞，而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叶董让你来的。对，带路吧。王静安挥了挥手，似是不愿再去跟对方多说半句。真他娘的能装啊！内心深处本能的暗自腹诽骂了这么一句后，讪讪着舔着笑脸来上一句这边请，立即转身给王静安领起路来。先是拒接电话提供位置，然后让他们一个虎了吧唧的愣头青下去接我。叶等，你想辱我也用不着用这种方式去辱吧。王大少何出此言？叶松先是故作错愕的来上这么一句，然后轻飘浅笑。等会让我猜猜看，他是不是看到王大少后一上来就问王大少是不是49城新生代第一人？王静安眉角狂抖，不等他说话，叶松再是笑道：王大少可别误会，这可不是我让他说的，我只是告知他待会的客人是49城新生代第一人，让他下去接上来而已。有些时候我是真的想不明白，像是那厮张强之流是如何能入叶董法眼的。要说叶董起步初段倒也罢了，只是现如今仍旧能被叶董当成亲信重臣，恕我直言，我挺不解的。那不知王大少是否想不明白，为何会一而再的栽在我这个泥腿子出身的暴发户手中了么？王静安脸上的面部肌肉肉眼可见的为之一降。自从那次破防心气溃败之后，这位49城新生代第一人的城府跟沉稳已是一降再降。好在叶松无需他去应答。俗话说，一人得道，连鸡犬都能升天，更何况是一路跟我走过来的挚友。就算张强再不堪都好，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能够扶摇直上，那他张强即便再不堪都好，也会成为无数人趋之若鹜上赶着巴结的存在。没人会因为张强的不堪而认为我叶松这是矮化自身身段，反倒是会因为我的光环去围着张强来转。王大少，你认为我说的对吗？说到这，叶松似是想到了什么，顿生之余突然道：哦，对了，本来我还没想着让张强去混49城的圈子的，现在王大少倒是提醒我了。王大少之前不是想着将49城的小辈们介绍给我认识吗？既然如此，那就让张强成为我的代言人吧。还有劳王大少费点心思为强子引荐，帮他站一站台，让他能够立足于49城的圈子之中了。话罢，叶松还煞有其事的双手抱拳朝着王静安做了几下，殊不知将这一番话听在耳中的王静安差点没当场吐血。将一个自己所不屑所不耻的混子带在身边，为对方进行引荐站台，让对方融入49城的圈子并且立足其中。若他王静安照做了，那么日后49城的主得如何看待他王静安，又如何想他王静安？怎么着，王大少很为难吗？如果为难的话，那就算了。叶松再是戏谑一笑，为难？
这是为难的事儿吗？王静安后悔了，后悔为何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想到自己坐在这儿的目的，只能认了这一茬。不为难，既然叶董开口了，那么就算我对张强的观感再不佳都好，叶董的面子我都还是要给的。哎，有王大少这话，我想咱们可以进入主题了。王大少，咱们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所以就不必再去绕那些无谓的关子了，直言目的吧。以叶董的算无一策，不是应该能猜到吗？这就是王大少你想找我谈一谈的态度。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咱们应该没有谈的必要了。你得弄清楚一点，现在是你来找我，或者说是有求于我。王静安闻言苦涩的无声笑作，表情略显吃力的咽了咽喉咙。说真的，我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即便是你掐着王家的脖子去发起肆无忌惮的要挟时，我都不曾想过会发生现在这种局面。现在这种局面是什么局面？是说你有求于我吗？殊不知王静安却是答非所问的自言自语起来。我曾经以为神州大地上我王静安做不到的事，同辈之人无人可为，毕竟现实情况也几乎如此。从小到大都是别人来仰仗我，都是我去决定去改写别人的命运，求字在我过往的人生中不曾出现过。然后呢？我的出现让王大少的命运齿轮脱轨了。原本我认为再熬点岁数，紫禁智囊团必有我的一席之地，无论那群首席国师们再怎么卡着我都好，到头来必然还是会对我放行的。甚至是我还想过有朝一日直智库大院之牛，因为我对自己有那种信心。曾几何时，成为华国第一国师是我的追求与向往。但是自从知道你一再婉拒首席智囊团的橄榄枝，并且还曾夜入紫禁会面老总跟第一国师何正风之后，我知道我未来能否入主紫禁智囊团，得取决于你了。没去理会叶松的玩味戏谑，王静安神态端正的徐徐说道：“所以你这次是为了入主紫禁智囊团的事来的？”叶松摆出一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架势来。没错，我想通过你去开启自己的智库之路，不知叶董可否一助？王静安不再藏着掖着的，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条件是什么？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吗？叶松顿声做出思忖状，而后缓缓摇了摇头。还没想好。还没想好。王静安神色微微一变，从叶松的这般淡然从容来看，他基本敢肯定叶松之前就已经猜到了他王静安的心思。既然叶松能猜到他的心思，那岂会出现还没想好的可能？所以说白了，这是在故意的。稍稍沉默后，王静安道：“听叶董这意思，是不愿意助我一臂之力了。”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若是我不愿意助王大少一臂之力的话，恐怕这会是王老爷子最想见到的结果吧。怎么说呢？虽然这会让智库大院的大门进一步对王大少收紧，但却显示出了我的格局不足。这对于你们老王家来说，兴许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事来着。王静安那张带着几分阴柔的英俊脸庞顿时为之一颤，因为这确确实实是老爷子王沧海的原话。所以为了彰显我自身的格局没王老想的那么不堪，在王大少既然已经主动开口的情况下，我肯定是不介意让王大少得偿所愿的。但是什么？但不是什么，得看王大少什么时候让我满意了再说。以王大少的条件跟自身能力，一旦入主智库大院，届时可就不仅仅是如虎添翼这么简单了。建立我给王大少送去如此机遇的前提底下，虽然我不要求王大少进行等价互换的资源提供，可最起码王大少的让我觉得满意，值得我去助上一臂之力才行吧。那不知我要什么样的表现才能让叶董满意？王静安被气得快要咬牙切齿了。王家如今已经被对方所钳制，他王静安更是将各种低头跟卑微轮番上演了一遍又一遍。就这，对方都还不满意。等什么时候王大少是彻头彻尾的服气了，心甘情愿的为我所用，指哪打哪了，我自然就满意了。到那时候，别说是入主智库大院，只要王大少有能力让你跻身首席国师行列，那又何妨？你觉得我到现在都还不服气吗？王大少心中真的没有不甘了吗？王静安神情一僵，脸色瞬间抑制不住的古怪到了极点。叶董，恕我一问，若换作是你，你能做到心中再无不甘吗？所以我才说等王大少彻头彻尾的服气，心甘情愿的为我所用，指哪打哪，我自然就满意了。而我只要一满意，就少不了会对王大少鼎力相助。旋即不等王静安应声，再又道：还有，话到这份上，我也想问王大少一句，若换做你是我，在明知对方心中不甘，明知对方是在忍辱的背景下，换做王大少又会助对方一臂之力吗？而且这一臂之力还是跟智库大院那边相关。纵使我不认为王大少一旦成功入主智库大院后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跟麻烦，又或者是所谓的养虎为患，可我总得给自己一个理由吧。所谓理由，就是想着将我给驯化吗？不，我从未有过驯化任何人的想法，我只是想让你能够分清大小王而已。我不介意给机会你去引领着王家走向更强大，但是你若敢抱以忍辱负重的心思图谋以后将我或者是林家给踩下去，那我会让你们死得很惨很惨。